南京的秋天总带着一点薄凉，我坐在小区公园的石椅上，手里攥着保温杯，里面是早上泡的菊花茶，早已凉透，却不舍得到眼前飘落的槐叶，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干枯破碎，毫无生机。周家胜我的亲儿子如今30有2，是南京某金融公司的中层主管。他从小聪明伶俐，是我和老伴林素贞一手带大的，心头肉。可如今这个孩子却早已变得陌生。自从他娶了沈月婷这个女人进门后，家里就像变了天。我不是个挑剔的老人，可人心冷暖自有体会罢我何月。婷工作忙，你晚饭自己对付一下吧。这是我退休后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厨房的灯长期不亮，餐桌上不是外卖盒饭就是空无一物，连饭香都变得奢侈。我不是不会做饭，可是一个人吃和3个人吃是2个味道。我努力的适应，不打扰，不多话，甚至每天提前出门散步，只为避开他们上下班的尴尬，但换来的是愈发浓重的疏离，连眼神也像隔着雾。那天清晨，我照例在厨房煮粥，锅盖还未掀开，就听到卧室传来沈月婷压低声音的电话，她还活着，等赔偿金账，咱们再走也不迟。我心头一震，勺子险些掉地，手一抖，粥泼了一手。我没有立刻质问他，而是悄悄躲进阳台，装作整理花草多年，照顾林素贞养下的习惯。我种了不少绿萝和长寿花，可如今却都蔫了，就像这个家不久前素贞走了走的。突然，她原本身体康健，每年体检都是最标准的3好老人，可那天晚上她突发心梗倒在厨房门口，而我恰好去超市买盐回家时，她还握着切菜刀，脸色青紫，眼睛瞪得老大，像是有什么话没说出口。我抱着她嚎啕大哭，送医无果医生只说太晚了。事发后月婷的冷静让我不安，她没有一丝泪水，反倒催促我爸该处理后事了。连素贞最爱的那串佛珠她都收进了自己的首饰盒里，说是留个念想葬礼。那天周家胜没请假，一身笔挺西装站在灵堂门口，眉宇间全是烦躁。我问他，你妈那么疼你，你就这点反应？他冷冷回我一句，人都死了再哭也没用。我只觉得一口气堵在胸口，怎么也下不去。这真的是我拼尽一生供他上大学买婚房的儿子吗？隔天我回房间收拾素贞遗物，在他床头柜抽屉里发现了一张未拆封的保单，上面清晰写着受益人沈月婷我手。一哆嗦险些撕了它。素贞从不做这些事，肯定是有人指导我，决定查个清楚。那天傍晚去社区门诊复查完血压，我特意绕去小区西门找保安老周，他抽着老旱烟，一见我就乐呵呵。老周头，最近还种花吗？我凑近问他，你最近看到有陌生人来我家吗？他愣了愣，回道，那是有个高个子男人2次了，上次穿着健身服开辆黑色奔驰。我的心一沉，家胜不健身，月婷却常穿运动装出门，回家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到了门口，却听到屋里传来2人低语的声音，夹杂着笑声。那笑熟悉又刺耳，我没有推门，只转身下楼，一口气走到街对面的桥边。河水静的诡异桥下倒影着我佝偻的背影。我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我错觉？可老年人的直觉往往最不会错。我不怕他们冷漠，我怕的是林素贞的死，并不单纯。那夜我一夜未眠，脑海里翻来覆去全是素贞最后那眼神，那张保单，还有沈月婷电话里赔偿金的话。他指的是那份3年前给素贞买的意外险吗？那份保单我们只谈过1次，本意是为了意外防范，可如今窗外月光如水。我翻开素贞最后一本书，夹页中掉出一张字条，那是他留下的笔记。老周，若我先走，切莫信他人。我攥紧那张字条，泪水终于决堤。他早知道了什么，却未说出口。林素贞去世前的那个晚上，如今在我记忆中竟变得格外清晰。那天她穿着那件天青色的棉麻长衫，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我记得她一边择菜，一边哼着老上海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锅里炖的是她最拿手的猪骨汤。我那时坐在餐桌边看报纸，嘴上嘀咕着今天的股市行情，他却突然抬头说，老周，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月婷怪怪的？我放下报纸，笑着回他，小两口吗？有什么不对？他摇头，神情沉了几分。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等我死。我一愣，正想追问他，却又笑了起来。我多心了吧，人老了就爱胡思乱想，可是现在想来，他或许不是多
星那晚饭后，我说要去超市买盐和酱油，他拽了我一把，别去了，家里应该还有。我拍拍他的手背说，你那双手干了大半辈子活，我就出去透透气，顺便看超市有没有打折的酒。他笑着点头，记得买瓶绍兴花雕回来。谁知那一去竟是诀别，我拎着2袋东西回来，就看到他倒在厨房的地板上，嘴角还有未干的血丝。他眼神惊恐，仿佛在控诉医生，说是急性心肌梗塞。可我怎么也想不通，素贞平日里体检正常，怎么会毫无预兆的猝死？再后来沈月婷提出火化，还一脸正经地劝我爸，人都走了，土葬占地方，火化环保。那时我已心乱如麻，便没有坚持。可现在我后悔极了，他到底是不是病死的？有没有可能那天晚饭的汤动过手脚？我越想越怕，可我没证据。隔天我打电话给他生前的主治医生，南京中医院脑心内科的李大夫。李大夫一接电话就沉默了几秒。老周，我本来还想联系你，你太太的事情我们也觉得不太寻常。我急忙问他怎么回事。他当时送来急诊时血液中的某些指标不正常，像是服用了某种强效镇静。记不过家属签了不追查文件。他顿了顿，签字的人是沈月婷。我感觉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他凭什么签字？我忍不住吼出来，那是我老婆李大夫。沉声道，他拿出了你儿子的委托书，还有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也在当天下午送来了。我手里的茶杯掉落在地，碎片溅到脚背，冰凉刺骨。赔偿金已经到账了吗？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帮你查一下流程。我谢过他，挂断电话，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原来我一直以为是自然之死的离别，背后竟藏着如此多的疑点。晚上我鼓起勇气走进素贞的房间。这间屋子自她离世后，我一直不敢进，空气中依然残留着她的味道，那是茉莉香水与老木家具混合出的独特味道。我打开她的衣柜，衣服整整齐齐叠着，最上层那条天青色长衫还挂在衣架上。我蹲下来打开抽屉，一封信映入眼帘。老周，轻启。我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未写完的信，字迹端正却略显潦草。老周，如果你看到这封信，可能我已经请你一定要帮我看紧家慎，他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孩子。月婷身上有股让人不安的味道，我查到他以前在海南时，此处笔记中段信纸最后一行笔墨明显被水渍晕染，看不清楚。我闭上眼睛，仿佛能看到他深夜伏案写信的模样，一字一句写满了担忧。原来他早就怀疑了，只是怕我受打击才选择了隐忍。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如今连死也带着疑问离去。我将信小心跌好重，心放入抽屉。此刻我心如刀割，却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他的死必须有人负责。第二天一早，我穿上素贞最喜欢的灰呢外套，拿着信和保单复印件去了林素贞生前所在的保险公司支部前台。接待是个年轻女孩，我故意说我是林素贞的哥哥，想了解一下她当初那份意外险的理赔情况。还点了点头，调出资料，皱眉说，您是亲属，这笔理赔金额是200万元人民币，已经于1个月前汇入指定账户。我咬牙问，指定账户是谁的？他查看了片刻，低声回到沈月婷女士。我几乎是踉跄着走出那栋办公楼的。素贞，你真是傻，你放心不下的那个儿子和你亲手带大的那个儿媳合伙吞下了你死后的赔偿金，你知道吗？你把命都给了他们，他们却一点感激都没有。回家的路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到了小区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周叔，是你啊！我抬头一看，是我以前在单位的老同事吕婉清。她穿着一身深紫色长裙，头发盘得整整齐齐，依旧端庄温和。她望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忧色，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抢说，笑老了吗？人老了。就这样，他拍了拍我胳膊，明晚有个老同事聚会，你也来吧，好久没见你了。我本想推辞，可转念一想，也许该让自己走出去。好，我去。吕婉清笑了，那笑容让我心头莫名一暖。素贞啊，也许你走了，不代表我就必须活成个影子。我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我故意没做早餐，厨房空荡，锅碗整齐地摆着，像是一个被遗弃的战场。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翻着那份保险单的复印件，眼神却始终落在门口。果然没过几分
中卧室的门开了，沈月婷穿着整洁的职业装，脸上妆容精致，踩着高跟鞋哒哒走到客厅，一眼看到了我手中的纸罢。您在看什么？我不动声色地抬头，份老文件翻出来看看，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笑道：要不要我帮您整理家里这些旧东西？太多了，不用我慢慢看。我语气平静，却藏着锋利。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我忽然开口：你妈那份保险金是不是你动的手脚？他背影一僵，随即头也不回地说道：爸，您什么意思？我盯着他的后背，可字一句，他的保单理赔金到了你的账户，你知不知道他的死因已经被医院提出质疑了？这下他缓缓转身，眼神中不再掩饰那股冰冷。爸，我知道您一直不喜欢我，但您不能血口喷人。我苦笑一声，我是血口喷人，还是你们演得太像真的了？话音未落，卧室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周家胜也起床了，他穿着睡衣眼惺忪地看着我们爸。大清早你们吵什么？沈月婷立刻走过去扶住他，低声说道：你爸怀疑我们害死了妈。什么？周家胜震惊地看着我爸，你疯了吗？我疯？我冷笑一声，将保险单复印件丢在茶几上，又拿出那封素贞的未完成的信，你自己看。他看完后整个人沉默了，他在死前都在担心你我，声音哽咽，而你却和你老婆一起吞了他的命。爸，他怒吼一声，你在说什么疯话？我妈是心脏病突发，我们不是说好不追究了吗？我有工作要忙，我不想天天被这些事情搅得没完没了，所以你选择沉默，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站起身，眼中全是失望。你就是这样报答你妈的。他低头不语。你要真没参与，那就告诉我保险赔。长金现在在哪儿？有没有转到家庭账户？是月婷暂时保管着他。小声说。我心如死灰，苦笑着点点头。好。一个暂时保管，气氛沉重到了极点。我走向门口，拿起自己的外套。沈月婷这时忽然冷冷开口：爸，您是不是该考虑搬出去住了？这个家可能不再适合您。这句话如刀刺心。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和你妈一砖一瓦打下的家，你们住在这里，睡在她铺的床，吃着她留下的米，却要赶我走。不是赶，是您自己也清楚，早该有个自己的空间，老年人该想想他说的理所当然，语气温和却毫无情感。我转身走出门，一步也没回头走出小区。我拨通了一个电话给老同事吕婉清。婉清，我能借住几天吗？他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温和地说：我正好一个人住，你来吧，咱们有的是话聊。傍晚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他住的小公寓，环境整洁，窗台还有几盆开得正盛的长寿花。你还养这些？我轻笑着问。是你老婆教我的呀。他的眼眸闪过一丝暖意。我们坐在阳台喝茶，望着远处灯火斑斓的城市。你知道吗，老周，我一直觉得你和素贞是我见过最恩爱的夫妻。他轻声说。我握着茶杯的手一抖，强忍住眼中的酸涩。他是个好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你有没有想过追查到底？如果你觉得他的死有问题，就别退让。他眼神坚定。可我手里没证据，报警也没用。未必。他站起身，从书架上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这是素贞生前给我让我在必要的时候交给你。我惊愕地接过，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个录音笔，还有一叠复印的聊天记录。录音里是沈月婷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对话呢。老太婆迟早会死的，我已经在她饭里加了那种药。你放心。我听完，整个人如坠冰窟。素贞，她早就做好了一切防备，只是没来得及。等到我发现那一晚我夜未眠，天快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会再沉默。这个家要从黑暗里拖回光明。我欠素贞一个公道，也欠我自己一个交代。第二天清晨，南京下起了小雨，细密如丝。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行色匆匆的人群，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可邻。素贞的声音却一遍遍在我耳边回响。老周，记得不要信他人。是，我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再像个被遗弃的老人坐在角落里任人摆布。我戴上帽子，带上那枚录音笔和那叠复印的聊天记录，出了门。这次我要去找一个可以信的人。老孙曾是我在单位当保卫科长时最得力的下属，如今退休后还兼职做小区监控维护员。老孙见了我热情得很哟。老周，听说你最近心情不
太好，我点了根烟，苦笑着说，遇上点家事想找你帮个忙，你说我。低声把事情一五一十讲了，包括素贞的死保险金、录音笔，还有我对沈月婷的怀疑。他听完脸色也沉了下来，这事儿不简单。你说那天是他倒在厨房对吧？你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时候出门的？下午4点，那我查查小区东门的监控，看看4点到5点之间有没有人进出。他拿出一部老旧笔记本电脑，指尖在键盘上飞快操作。过了大约10分钟，他停下动作，神情变得严肃。你看这段下午4点37分，有个穿着运动服的男人从小区西门进来，戴着口罩帽子，看不清脸。5点整离开，换了件外套，但体型很相似。我瞪大了眼，我不认识他，你可能不认识，但儿媳可能认识。老孙顿了顿，这人走近的是你家楼道。我的心猛地一沉，能不能导出这段监控视频？可以，我拷贝给你，但这视频只能保存7天，你要抓紧。时间做决定，我郑重地点头，把视频和录音笔都装进包里，握着包的手指在微微发抖。这不仅是证据，更是素贞留给我的最后一道光。回去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我站在公交站台，一辆银灰色的车在我面前停下，车窗缓缓降下，竟是沈月婷。她穿着风衣，妆容精致，眼神冷冷地看着我。爸，您去哪儿？我顺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一边开车一边用余光打量我。听说您昨晚没回家，去吕阿姨那儿了。我没有回答。爸，您应该知道，我们没做什么亏心事。哈，走了，该放下就放下，再继续查下去你也不会快乐。我看着他慢慢问，那天傍晚进我家的那个男人是谁？他手一抖，差点撞到隔离桩，脸色瞬间发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冷笑，监控拍得清清楚楚，还有录音。你说他迟早会死，还在饭里下药。他死死地踩了刹车，车停在雨中。爸，你听我说，那段录音是伪造的事，别人陷害我，我根本没有做那些事。如果你清白，就跟我一起去派出所，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他咬着唇，眼神闪烁。你真的要毁了家剩的一切吗？他是你儿子啊，如果他亲手害死了他妈，那他就不是我儿子。他再也说不出话来，雨水顺着车窗滑落，如同我内心的一道道裂痕。下车后，我走进最近的派出所，将录音笔、聊天记录和视频监控一一交给警员登记。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段海的年轻民警老先生，我们会立案调查，但因为涉及家庭关系，请您做好心理准备。我等得起，我答得坚定。刚从派出所出来，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请问是周家胜的家属吗？他出了车祸，现在在南京市第3人民医院，情况危。急，我大脑一片空白，心脏仿佛被人攥住什么。他怎么了？他骑摩托车撞上桥墩，颅内出血，目前正在抢救。我跌跌撞撞赶到医院，走廊里已经站满人。沈月婷正一边哭一边打电话，妈，你赶紧来，医生说情况很糟。是啊，我知道，是报应。看到我，他立刻扑过来，泪流满面。爸，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加上是啊，他还那么年轻。我强撑着站稳脚步，望着急救室那道紧闭的门。这一刻我没有力气愤怒，也没有力气说话。我只知道，如果他真的醒不来，我和林素贞这辈子的希望就全都断了。我缓缓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泪水静静滑落。有时候惩罚不需要靠法庭，命运自会替人清算。医院的灯光永远那么冷白的刺眼。我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脑子却像塞满了棉花，嗡嗡作响。急救室的红灯还在亮着，那是生死之间最残忍的信号。沈月婷坐在对面，眼睛哭得红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一时竟分不清他是真痛还是假悲。他拿着手机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忽然抬头看向我，声音沙哑，爸，对不起。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问他，你现在还想演到什么时候？他愣住，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我真的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以为他只是想出去透透气，没想到你以为我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如刀锋般冰冷。你以为骗我可以一辈子？你以为把素贞送走就没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他颤抖着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想开口却又咽了下去。我冷冷一笑，我把所有证据都交给警方了，包括你让人进我家下药的视频，还有你和那男人的录音。你以为这辈子真的能逍遥法外？我没想害他。终
鱼哭出声的药只是让他安静几天，等赔偿金到账我们就搬走。真的没想到他心脏本来就不好，那是他妈！我猛地一拍座椅扶手，他养你们一家，叔10几年你是怎么忍心下的手？他已经无言以对，只能捂着脸低声啜泣。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护士出来大声喊道：病人苏醒了，但情况不稳定，需要签字同意进行2次手术。我牵沈月婷立刻冲上去，我拉住她，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来签。她愣了一下，没有在真签完字后，医生拍我的肩膀：周先生，他能挺过今晚才有下一步的希望。我点了点头，却没有进病房看他一眼。我不确定我是否还有资格站在那个孩子的床前，那个我曾经骄傲地抱起教会他系鞋带教他写字的孩子，如今成了让我羞耻的存在。夜色渐浓，医院走廊逐渐冷清。吕婉清来了，手里提着一壶热汤和2碗粥。青坐到我身边，他醒了吗？他小声问。醒了，又昏过去了。我低声回应：你没吃东西吧？来喝点粥。我接过粥，却一口都咽不下。他看着我，眼神柔和。你知道吗，苏珍去世前最后一次来我家是为了还一笔旧账。我疑惑地望向他。那年你们家困难，他偷偷卖了他结婚时的金镯子，从我这儿借了一笔钱给你儿子买房。他怕你难堪，就什么都没说。我心头一震，竟说不出话来。他说一个人到老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亲人寒心。吕婉心轻声道。我紧握着粥碗，指节发白。就在这儿时，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是公安局的段警官。周先生，沈月婷涉嫌故意谋害及保险诈骗，我们已正式立案，但他的同谋目前身份尚未核实，是否愿意协助我们进一步调查？我沉声道。我配合挂断电话，我看向吕婉清，我要回家一趟。现在他没有阻拦，只默默起身陪我出门。回到家已经是深夜，客厅里黑漆漆一片，空气中残留着混合香水和烟味的气味。我打开灯，径直走向沈月婷和周家胜的主卧。我翻开他的抽屉，里面摆满了各种高档化妆品和名牌。包抽屉最底层有一个密码盒，我试着输入几个常用数字组合，生日、结婚纪念日均无效。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数字：素贞的去世日期1008。咔嗒一声，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文件、几张照片，还有一本日记。我翻开日记，第1页竟是沈月婷的亲笔字迹：嘉胜不爱我，他只是觉得我漂亮体面，适合做展示牌。他妈一直看不起我，我忍了10年，我要的不过是一点尊严，一点安全感。既然他们不给我自己拿日记，最后一页赫然贴着一张照片，那个进入我们家楼的男人正和他在健身房的角落亲密交谈。我冷笑一声，收好日记与照片，将所有资料带出家门。第2天清晨，我站在公安局门口，阳光正好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对着段警官说，这是我最后能为我妻子做的事，也是您最勇敢的一步。他回我一笑，老周，我们会查到底。走出公安局，我忽然看到远处马路对面站着一个男孩，约莫10岁，戴着红围巾，正盯着我看。我走过去，他走上前来，鞠了一躬。爷爷您好，我是您孙子周一诺。我一愣，你怎么会来？妈妈说如果他是让我来找您。他怯生生地看着我，眼中却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我蹲下身，伸出手，以后跟爷爷一起生活好不好？他轻轻点头。好。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素贞并没有完全离开，她留给我最后的血脉，还有我必须完成的责任。清晨的阳光透过医院的落地窗照进走廊，照在我和小一诺的身上。他背着一个小书包，衣服整整齐齐站在那儿，显得比同龄孩子都懂事。我轻轻牵起他的小手，你昨晚住哪？幼儿园的老师收留了我妈妈，让我提前准备，说如果他出事了就来找您。他说的平静，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不确定的生活。我鼻头一酸，努力压下心头的哽咽。你爸妈平时对你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想了，想抿着嘴说爸爸很少回家，妈妈他总说我拖累他。我顿时如五雷轰顶，这个孩子他不过10岁，已经承受了太多本不属于他的重量，他不该是家族权谋的牺牲品，更不该在童年就学会忍耐。以后你就跟爷爷住吧。我说。他眨了眨眼，那我可以每天放学回来吃热饭吗？我强忍着泪点头，不止热饭，还有你爱吃
的糖醋排骨，他终于笑了，眼角还带着泪光。我将他接回吕婉清的家，临时安排他睡在阳台旁的小房间。他笑着对我说：“你家真是事事多，但这孩子值得。”复出那天下午，我请了1天假，专门陪他去了学校说明情况。校长是个40多岁的女老师，姓宋，眉宇间有几分英气。我早就觉得这孩子敏感而寡言原来家庭背景这么复杂，他轻声对我说，以后他的监护权会转到我名下。我低声说，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宋校长点头，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回到家，小一诺突然跑进房间，递给我一本图画本。爷爷，这是我以前画的。我翻开一页页，看到其中一页上，他画了一家3口，一个小孩站在中间，两边的父母却背对着。他各自看着远方，那一瞬，我再也抑制不住，紧紧将他抱进怀里。以后，爷爷不会让你再孤单。而与此同时，周家胜还躺在重症病房，昏迷未醒。我并不是无情之人，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儿子，可这一切的错不是一个昏迷就能抹平的。第3天，公安局再次联系我，告知沈月婷已被刑拘，并供出与他勾结的人正是那位曾与他在健身房见面的男子，名叫高建豪，是他早年的旧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早在家胜尚未毕业时就已开始私下来往。沈月婷之所以愿意嫁入我们家，就是为了借船出海，依附丈夫，完成阶层跃升，而素贞恰恰成了他眼中的最大绊脚石。这些真相如刀如锤，将我内心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打碎。吕婉清看着我日渐憔悴，便提议我一起出门散散心。你已经守了那么久了，是时候也该活一回自己了。我没拒绝，我们一起去了素贞生前最爱的小公园。那是一片老式社区旁的小绿地，种着桂花树枝子和2棵高大的白玉兰。素贞生前常来这儿遛弯，有时会带着便当坐在长椅上看鸟。我们坐下时，身边远处几个老人在打太极，一位穿着青布衣服的老太太忽然走过来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你是林素贞的丈夫吧？我一怔凝视，我是她高中同学，姓陶，常来这儿碰面。他叹了口气，他是个好人，一直念着你和儿子。我记得他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希望你不要一个人待着。我眼睛一热，他说过他还让我转交一样东西，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陶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边角已经泛黄，她托我交给你儿子。我接过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封写给嘉胜的信。嘉胜，你一直是我最引以为傲的儿子，可你长大后变得陌生，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进你的世界。我不怪你，也不怨你，我只希望你记得自己今是那个愿意为了一个唐人哭半天的小孩，也记得家是靠爱堆起来的，不是权力，不是利益。如果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身边什么都没了，那就回来吧。你爸和我始终在等你。字迹娟秀，却带着决绝。我将信叠好放进上衣口袋，那一刻我知道无论未来怎样，我都必须替他守护最后的底线。傍晚回家，小一诺正趴在书桌前写作业，爷爷老师让我明天带一张全家福。我一愣，他抬头看我，眼里有些惬意。我们家还有全家福吗？我摸了摸他的头，有，当然有。明天爷爷带你去照新的，我们一家3口。他笑了笑的，像阳光穿透了浓雾。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家并不是血缘或契约决定的，而是你愿意把命交给谁，谁又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清晨6点，南京的街道还未完全苏醒，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和秋天特有的微寒。我牵着小一诺走在通往摄影馆的小巷沿途，树影斑驳，他的步伐轻快，我的脚步却沉稳如昔。爷爷，咱们要穿西装吗？我老实说，全家福要好好拍一次。他仰头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期待。我摸了摸他的头发，微笑着说，当然我们要拍一张能挂一辈子的照片。那天我们穿上了素贞生前为我准备的中山装和她自己绣的红领巾。一诺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衬衣，一家3口的合影是用一束柔光打出来的，那光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拍完照回到家，吕婉清在厨房里准备早饭。一诺一见他就笑嘻嘻地跑过去，吕奶今天做什么？你猜他故意卖关子，是糖醋鱼吧？错了，是红烧狮子头，你昨天说想吃的。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头一热。生活就像这锅慢炖的狮子头，
要时间火候，也需要重新放下的勇气。吃完早饭，我决定去看望一个人，素贞的老朋友，也是他晚年里最常通信的一位老詹，是他高中时期的笔友，晚年才重聚，两人虽非恋人，却情深意重。他住在郊区的一栋旧楼，年近70，靠写旧书为生。见到我时，他神情悲痛。你来了，素贞。他走得太突然，我一直没敢联系你。他生前跟你联系过？我压抑着情绪问他，点点头，从书架后取出一个木盒，这是他让人寄来的，说若哪天他出事就交给你。我接过盒子，打开的一瞬熟，烯的香味扑鼻而来，那是它的味道。素贞用的檀香和金银花干，连岁月都无法抹去。盒子里放着一条绣着手心如玉的 SPA， 一张他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有一本小册子是他写给我的日记，第1页上写着：老周，我这一生不曾后悔嫁给你。你脾气急话少，但你始终是那个在雪天替我揽住风的人，可嘉慎变了。我知道你不愿承认，可一个母亲能从眼神里看出儿子的变化。我想保护你，也想保护他，可有些事终究不是靠忍让就能避开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希望你不要封闭自己，不要把所有的悲伤都藏进酒杯和梦里，请你活下去，也替我看一眼这个世界。若有可能，也请你再牵一双手，再笑一次。我读着读着，泪水止不住滴在日记纸上，像时间在它上头落下的尘埃。我走出老詹家，带着那盒子走进秋日的南京街头，心里却意外的平静。回到家，一诺正在写作。夜吕晚清坐在沙发上看报，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将丝帕放进他手中。这是素贞留给我的，但我想你也该看看。我轻声说。他展开 SPA， 眼圈微红。他早就知道我们之间还有一段没走完的路。我抬头看着他那张温婉而沉静的脸，忽然间觉得老年并不是结局，有时是另一场旅程的开始。晚清，你还愿意跟我走一段路吗？他没说话，只轻轻把那条丝帕折好，放在了我掌心。我等。这句话等了20年。那天晚上，我们3人坐在阳台吃饭，一诺咬着鸡翅，忽然说：爷爷，吕奶奶，你们以后也可以像爸爸妈妈那样过日子吗？我和婉清相视一笑。如果你愿意，我们3个人就是一个家。夜里，我在素贞的遗像前点上1炷香。素贞，我做到了，我把真相找出来了，也没让自己沉在痛里。一辈子香烟袅袅升起，像他生前最爱的花茶梅，温柔而倔强。而我终于学会了，在满目疮痍之后，再刺种下一朵花。夜色温柔，月光如水。我坐在窗前，翻看素贞留下的那本日记册，书页泛黄，字迹端正，似他其人一生井然，心思细腻，从不张扬。3月8日，今天是妇女节，老周给我买了一束康乃馨，虽然他嘴上说是单位发的，我还是偷偷高兴了一整天。他其实不懂浪漫，却一直用行动告诉我他心里有我。我看着那一行字，笑中带泪，回忆像潮水般涌来。素贞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冬夜里他为我温好的热水袋，还有他陪我去单位年会穿的那件暗红色旗袍，我竟记得每一处细节，却唯独不敢回想他倒在厨房那一刻的模样。那不是死亡，是世界崩塌。我曾无数次责怪自己，那天为什么非要去买那瓶酱油，为什么不多待5分钟，为什么连他最后一个眼神都没能接住？可如今我只能靠这些纸页把它一点一滴拼回来。日记中还有一页写着7月15日，嘉盛又跟我冷战晚饭，他吃2口就放下筷子说：我多管闲事。我知道他压力大，也知道岳婷不喜欢我插手太多，可我是他妈，他累了不回来，吃不好，我不担心谁担心他？还写我去找吕婉清喝了杯茶，他说老周最近常跟年轻人吵架，气得直摔报纸。我听了忍不住笑，那个直脾气的老头到现在都没变过。我读着读着，泪水湿了纸面，他的世界里满是我们，而我们却在他的最后岁月里各自奔忙，留下他一个人独撑这个家。那晚我久久未眠，直到天微微亮时，我才梦见他站在门前，穿着那件最爱的青色棉麻衫，手里提着保温壶，冲我笑得温柔。我醒来心里空空的，我知道我得为他做点什么，留下一点记忆，留下一点意义。
天后，我带着小一诺来到了林素贞的老家扬州，那是她童年长大的地方。我们走在青石小巷间，墙上还残留着岁月的痕迹。她生前曾说我死后不求墓，是悲高，只想在家乡种棵梅树，让风一吹，花瓣就落在梦里。我买了一株红梅树苗，种在她老屋门前的空地上。小一诺站在我旁边，用稚嫩的声音问我：爷爷，这棵树会不会开花？我蹲下来握着它的手，会的，只要你用心浇水，它一定会开。它是你奶奶最爱的花。他点了点头，小小的眼睛里有着不属于年纪的坚定。种下红梅那天正好下过小雨，泥土松软，我们一锹一锹地埋下树苗。我仿佛看见素贞站在屋前微笑着看我们。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人虽然不在了，却活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回到南京，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在小区里开一个林素贞公益书屋。素贞爱书，生前常和邻居交换读物，常常嘱咐我要多读收点书，脑子不生锈。我找了物业，把家里空出来的储物间改成一个小书屋，刷了白墙，买了旧书柜，还把他生前最爱的那张藤椅搬了进去。吕婉清帮我整理。书目小一诺则在墙上画了一个小梅花，角落上面写着奶奶的世界书屋开张那天，来了不少邻里长者和孩子。有人问我周老这是为谁开的，我笑了笑，为一个一生都在静静付出的好女人，为她没能说出口的爱，也为那些年我们来不及好好珍惜的时光。众人沉默良久，纷纷点头。夕阳西下，藤椅上的阳光洒落成碎金。我坐在那里翻开一本旧书，是素贞生前最常读的《围城》。我知道她的梦还在继续，而我终于学会了在痛苦中开出一朵梅。那天清晨，我刚刚未梳理完一本散页的苏菲的世界电话就响了，是市第3人民医院打来的，周先生，您的儿子醒了。一瞬间，我整个人仿佛被从时光里拉出来，站在现实的边缘。我放下书，抖了抖身上的灰尘，走出书屋。小一诺正趴在门口晒太阳，他看着我，眼神清澈。爷爷是爸爸吗？我点头没说话。他没有像普通孩子一样喜鹊跃，而是默默站起身，走过来，轻轻牵住我的手。医院的走廊仍然那样熟悉而冰冷。我们到了重症监护室门口，护士示意我可以进去，但最多只能陪床半小时。我走进病房，看到那个曾让我引以为傲的孩子正虚弱地靠在床头，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爸，他嗓音沙哑，像一阵风掠过干枯的芦苇。我站在床尾，目光如尘时，你记得什么？他缓缓低下头，长时间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头。我记得你推开病房门那一瞬间的表情，像是恨不得把我掐死。我没有否认。他苦笑，我想死的那天是我自己骑车撞上护栏的，我不是喝醉了，也不是疲劳驾驶，我是不想活了。我猛地一愣，握住床栏的手一紧，他声音颤抖，岳婷被抓那天，我在公安局听完录音，我才知道他做了什么。他连妈都窝，他的眼睛红了，泪水终于滑落。我没脸活着。他下毒的时候，我其实隐约有察觉，可我没敢问，没敢看，我怕真相太难听，怕自己承受不了。我慢慢坐到他床边，一字一句，你知不知道他死前的那个下午还在厨房给你炖你最爱喝的骨头汤。他是子猛地一颤，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切菜刀，准备放姜片。我回来时他躺在地上，嘴角还有血。你知道我那一刻有多恨我自己吗？恨我没有替他挡下任何风雨。周家胜捂住脸失声痛哭，爸，我真的错了，我这辈子都还不了这个罪，你想还就用余生去还我。望着他，眼神不再是责备，而是沉重的期待。他留给你最后的是一封信，我从怀里掏出那封素贞写给他的遗书，递过去。他接过，颤抖着读了好几遍，最终将脸埋进信纸中，泪如雨下。爸，我想见一诺。我站起身走出病房，小一诺正坐在走廊椅子上画着他的铅笔画。他看到我马上站起来，爸爸醒了。我点点头，他想见你男孩。踌躇了一会儿，小声问他还要我吗？我的喉咙像卡了千斤巨石，哑声道，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他们见面的那一幕，我站在门外，只听见床头传来一句颤抖的对不起，然后是一诺带着哭音的回音，爸爸，你以后可以不骂我了吗？我忍不住转身，眼泪终于落下。我知道这一对父子还有机会。回家的路上，小一诺牵着我的手，像是忽然懂事了很多。爷爷
爸爸会好起来的，对吧？会的，我坚定地回答。但我们也要学会慢慢原谅。那妈妈也会回来吗？我顿住了，脚步秋风吹过街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哗啦啦作响。她不会了，我低声说，她做错了太多事，可能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等很久才回来。她没有再问什么，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傍晚，我们回到家，我在厨房炖着汤，小一诺在阳台画画，吕婉清走过来递给我一杯茶。他还小，却懂得那么多，你这几年可要加倍补给他。我轻声回他，我会就像补回我错过的每一个细节。饭后，我们仨围坐在小书屋，灯光柔和，一诺靠在我肩头打了个哈欠。爷爷，以后我可以每天都在这里睡吗？当然可以。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扬。我望着墙上的那张全家福，素贞的笑容温婉如旧。她说过，人这一生终究得学会放过彼此，才有机会重新开始。现在我终于明白，她不是让我放下他，而是让我抓住还在眼前的未来。这一夜，南京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冷雨，街灯映着水洼朦胧如镜。我坐在书屋里，手里捧着那本，沉默的大多数灯光在老花镜后面微微闪动。小一诺早已入睡，吕婉清轻声走进来，将一件披肩搭在我肩上。别熬太晚了，最近你脸色越来越差。我抬头望他一眼，苦笑。我怕我一合眼就梦见素贞那双求救的眼睛。他轻叹一声，没有多说，坐到我旁边。你不是一直说法律会给他一个交代吗？是，我相信。我低声回答，却无法压住内心翻涌的不安。果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了段警官的电话，声音低沉而谨慎。周先生，有件事我必须提前告知您。我心里顿时一紧，沈月婷的案件可能面临变数，他的辩护律师换了人，一个北京来的刑辩专家，手段非常老练。我沉声问，什么意思？他认罪态度转变，说录音是伪造视频，是剪辑误导，并提出反诉。您涉嫌恶意栽赃。虽然我们掌握的证据目前仍然有效，但他背后可能有人在运作。我握紧手机，心如冰石。他想翻案是的，尤其他现在称自己精神状态在案发时异常，试图走精神鉴定的路线。我浑身一阵怒火从胸腔直冲眼底。他杀了我老婆，还想洗白自己。我们会依法办案，但他若能证明患有情绪障碍，刑责会减轻。挂断电话，我久久站在阳台，望着远处灰色的天幕，忽然觉得这个城市如此陌生。下午我赶去看段警官递交了素贞日记的原件和一封他写给李老杨头的信中提到，若我哪日突然离世，不是自然，而是有人惦记我命后的赔偿。这是他的求生意志，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控诉。我一字一句说完，李已泛泪。段警官接过资料点头，放心，老周，不是所有的黑幕都遮得住阳光。而几日后，我在茶馆碰见一位旧时退休检察官林伯，他神情凝重地看着我，老周，你得小心，听说有人在动用旧关系网，想把这案子调出南京，调去哪江北新区。那边有人是岳婷的表叔，曾经在法院任职。我心中大骇，仿佛一脚踩进深井。素贞的死不仅是一场家庭悲剧，居然还有更大的阴影潜伏在后头。老林，我不懂这些程序，但我只问一句，我一个普通人要怎样才能把我老婆的冤屈真正说出去？他沉默半晌，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这是我一个学生，现在在南京电视台做法制节目副主编。他敢说也能说。我接过名片，看着上头那4个字，社会焦点。当晚我约见了这位女主编周曼，是个30多岁的女记者，短发干练，目光犀利。我将所有资料一一交给她，她看完后问我，您确定愿意把家丑公之于众？我不是要曝光她，我是要替我老婆讨个清白。她点头。节目会以调查片的形式播出，一切依照证据和事实，绝不渲染，也不回避。3天后木组带着摄制团队来到我们家采访我、吕婉清以及小一诺的老师、邻居老周师傅，还有素贞生前的同事。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个好人，不该这样被带走。镜头前我没有哭，只把素贞最后的那封日记念了出来。节目录制完成后，我整整1个晚上没睡，心像悬在半空，等那道光透进来。而终于在节目播出的2天，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标题是他的死是家庭矛盾还是预谋杀人？南京林女士案
调查实录评论区里有人写看完后哭了，这世上还有多少像林阿姨一样默默承受的老人，请给他一个公正的交代。与此同时，司法系统也承受了来自媒体与社会的压力案件，重新审核精神鉴定，驳回沈月婷的律师团。对，宣布暂停配合调查。而我第一次站在素贞的照片前，对她低声说：“你听见了吗？这个城市终于听见你的声音了。”那晚风雨交加，窗外一束梅花悄然绽放。一朵南京的深秋总带着一种肃杀的沉静。那天早晨，我刚替书屋开门，就看见门口摆着一只装着死鸡的塑料袋，脖子上挂着纸条，上书2个字：住口我。是一愣，随即怒火中烧。吕婉清见状，脸色也变了。有人在警告你，怕什么？我冷笑，我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只要素贞的冤还没洗清，我就不会闭嘴的。第一，深劝我可，你还有一诺。是的，一诺还小，他需要的是安稳的成长环境，而不是被拖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在那天晚上向派出所报了警，段警官赶到，是现场查看，皱眉道：“他们急了，这说明舆论已经产生作用。老周别退我，不会退我。”目光坚定。几天后，社会焦点的后续报道也上线了，这次标题更加直白：丈夫独自追查真相，一个中年男人如何为亡妻讨回公道。视频在朋友圈疯传，我走在菜市场，甚至会被人认出来。哎，那不是电视上那个周先生吗？他真勇敢。要换我早就认命了，不是说他们儿媳是个狠角色，现在进去了。我没回应，只默默继续往前走。是的，我正在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但我并不想红，我只想还一个公道。可这份公道并非那么容易到来。2天后，律师通知我，江北法院受理了沈月婷提出的恶意构陷与证据造假的反诉。我简直气笑了，他还真敢咬。呵，回来律师却冷静地说，对他来说现在已经无退路了，他不驳就彻底没了翻身的机会。我知道接下来的审判将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刀刀见血的战斗。我在等开庭的那几日里，每天都去看嘉盛，他已经能下床走动，整个人仿佛一下老了10岁，眼神不再浮躁，语气也柔和许多。爸，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件事。什么妈死那年其实早就有先兆，她总是咳嗽气短，晚上常做噩梦。我明明知道她身体不好，可我从来没带她去过一次正规体检。我望着她没说话，我以为自己努力赚钱就算尽孝了，可我连她真正的生日都忘了，甚至她走了都没给她穿上她最喜欢的青布衣。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沙哑的像破布。爸，我不是不孝，我是懦弱。我终于叹口气，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知错了，就还有机会。他红着眼说，我想去法庭为妈作证。我一震，你敢站出来？我不站出来，我子长大后会怎么看我？妈会怎么看我？我点点头，好，我陪你一起走到最后。开庭那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满为患。我穿着那套素贞生前亲手熨好的蓝色西装，站在证人席旁，看见沈月婷一身素衣站在被告席上，她脸上依旧带着一贯的从容，仿佛不曾谋杀过任何人。法官问，你是否知晓被害人林素贞的病史？她淡淡道，她有心脏病，但我从未做过危害她生命的事。你如何解释监控视频中你与嫌疑人高建豪的接触？那是我们在健身房偶遇，非谋划录。因呢，录音有剪辑痕迹，我律师团队已聘请音频专家做鉴定，这一套说辞显然准备充分，滴水不漏。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时，周家胜走上证人席，我是受害人林素贞的儿子。他缓缓述说，语气平静却句句如刀。母亲死前1个月，沈月婷屡次以保健之名给我母亲服用未知药物，我曾询问他说是营养品，我信了，直到母亲死后，我才在垃圾桶里找到空瓶子。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但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赎罪，是为了证明他不该这样死。整个法庭一片寂静。律师试图反驳，你是否因感情纠葛而对被告人怀有偏见？周家胜回答是，但这不影响我说出事实。我坐在听众席上，泪水悄然滑落。素贞，你看见了吗？你曾尽全力护着的那个孩子终于长大了，而我也终于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庭审当晚，媒体再次发文，标题只有一句话，儿子的证词是否将母亲的死拉回正
易之光评论如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沈月婷的精神病策略也逐步崩塌。我知道胜利还没来，但我们离他已经不远了。法院宣判的那天，南京是气温骤降，一夜之间秋风转凉，黄叶铺满台阶。我和嘉盛站在市中级法院门前，四周围满了记者和旁听者人群中，议论纷纷，声音嘈杂如浪。当法锤敲响，法官语调平稳而有力，被告人沈月婷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保险诈骗罪证据确凿构成事实，法院决定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退还非法所得赔偿金。随着宣判落地，现场短暂沉默，接着爆发出一阵敌敌的议论。我坐在听众席，手心微微发汗，却没有快意，不是因为判得轻，而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晚，他的死花了整整1年时间才换来一句依法判处。法庭外媒体蜂拥而上，镜头对准我，我没有说太多，只留下一句林素贞值得正义，这是说上任何一个沉默的母亲都不该被轻易吞没。我带着嘉盛和一诺离开，穿过法院外的梧桐大道，天灰蒙蒙像一张旧照片。爸嘉盛忽然开口，你还会原谅我？妈，我脚步一顿，原不原谅不重要，我低声道，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做个能让他安心的儿子，做个能让孩子敬佩的父亲。他红着眼眶点头。会，我已经失去太多了，再也输不起。回到家，小一诺扑进他怀里，爸爸，你会一直陪我吗？会。爸爸发誓。那一刻，我终于看到这父子之间重新有了血肉温度。棒！晚，吕婉清做好饭，我们一家3口围坐餐桌。一诺说要干杯，我便笑着倒了点果汁喂奶奶。我们举杯，泪光微闪。晚饭后，小一诺兴冲冲地从书包里拿出张芷老师说下周家长要写封信给孩子，说自己的童年回忆。爷爷，你帮我写一封可以吗？我接过纸笔，沉默片刻，写下一诺爷爷小时候也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比如爸爸骂人，妈妈生病，同学欺负，但现在爷爷知道了，最可怕的是我们长大后开始忘记去爱别人。所以你要记住，你可以怕黑，可以哭鼻子，但不说能忘记爱。无论长到多大，你都要温柔正直，像你奶奶那样做一个温暖的人。我把信叠好，他小心地收进信封，像藏着宝贝一样。爷爷，我以后也要写信给你，每年一封。我笑了笑的眼角齐折好，那我们就这样约定。隔天我们一家3口去了陵园，我拎着热汤一束，新买的白菊，还有小一诺亲手画的一幅画的是林素贞站在梅花树下，脸上带着温柔的笑。目前我跪下磕了3个头，嘉盛跪在我身边，一诺学着模样也认认真真磕了3个。我低声说，素贞，你等的呢？对不起，他说了，你盼的那个家。我撑住了，风吹过梅花，树枝轻轻晃动，如他曾轻声叹息。我们坐在陵园长椅上，吃完那壶热汤，吕婉清走过来给嘉盛披上外套，又替一诺整理围巾。一家4口如今终归完整回南京的路上，我收到法院寄来的正式判决书，我望着文件一页页翻过，脑海里却不断浮现素贞的句话。人这一生不在于最后走了多远，而在于什么时候转身决定回家。我知道我这一生犯过错，负过人，但我也终于明白，真正的责任不是养家糊口，是用心守住爱。我们回到家的时候，街灯刚亮，晚风拂过小树屋门口，一朵梅花悄然盛开。这世上原来真的有一种春天是从寒冬里活下来的，心里生出来的。冬天的南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雪。那天早上，我站在阳台，看着屋檐下的雪一片片飘落，落在小书屋的红色屋顶上，像是旧时岁月覆盖上了新的稀。汪小一诺兴奋地叫着，爷爷，下雪了，我们可以堆雪人吗？我笑着答应。当然。等爷爷泡好茶，吕婉清端着热牛奶走出来，一诺接过后乖乖跑进院子。我看着他说，你看他现在笑得多自然。是啊，孩子的笑其实是大人的努力养出来的。我们相视一笑，日子终于稳下来，虽然平凡，却让人安心。中午时分，嘉盛回来进门就带着一身血气，他换好衣服，看见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愣了一下。做把饭熟了，我说。他坐下后沉默着，喝了一口汤，忽然低声道，婉清阿姨，谢
谢你。吕婉清抬起头微微一笑，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叫我，叫我婉姨，每次见我都要吃一颗话梅糖。她神情一震，有些羞愧，那时候妈还在世，我不懂得真是。西不是你一个人，他叹气，我们这一代人都一样，忙着挣钱，忙着面子，唯独忘了回头看看那个一直等我们的人。饭后嘉盛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和吕婉清，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和视频，我想做一个纪念短片，关于妈的一生，不是为了公布，也不是为了惩罚谁，只是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的奶奶是怎样个人。我接过袋子，心中波澜起伏。你想通了，想通了。他点头。妈那时候把爱给得太安静，我们听不到，但现在我终于听见了。我们三人围坐在客厅，一页页翻阅旧照片，素贞年轻时穿军装的模样，第一次去上海出差的刘颖，抱着刚出生的嘉盛，厨房里忙着洗菜的背影。嘉盛忽然红了眼，爸，我以前真的是个混菜。但我没有斥责，只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你不是混蛋，你只是太晚学会了怎么当个儿子。这句话说完，他泪如泉涌，而吕婉清却默默起身进了厨房，不一会端出一碗红豆粥，这是素贞最爱吃的粥，冬天吃暖胃。我们三人端起碗，低头喝了一口。那一刻屋里静极了，只有雪还在窗外。无声的夏晚上，小一诺抱着iPad 看卡通片，突然抬头问我，爷爷奶奶是不是在天上看我们？我笑着点头，是。他正看着我们一家人吃晚饭，看你穿的暖不暖，看你有没有做作业。那他会不会想我们？当然会。那我可以写封信给他吗？可以。他取出画纸，认真地画了一封信，上面画着一家4口，还有一棵梅树。他写道：奶奶你好，我是小一诺，我们现在过得很好，爷爷不再生气了，爸爸每天接我放学，吕奶奶会做红烧鱼，我学会写冤屈这个词，也知道它很重，可是爷爷帮你放下了，它现在像梅花一样开了。我读着以泪湿眼眶。几天后，吕婉清收拾旧物，在阁楼角落里翻出一个尘封多年的木箱，她叫我上楼说，你应该看看这个箱子里是林素贞留下的手工缝纫本，还有他早年给街坊邻居做衣服的登记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着谁家几口人，什么身形尺码，还有备注张太太口味重，记得多缝扣子里。小妹怕冷夹层棉布。我翻到最后一页，竟看见一行熟悉的笔记：嘉盛，如果我走了，不要埋怨自己，每个人都会走错路，重要的是回家的时候有没有灯吗？妈，永远留一盏灯给你。那一夜，嘉盛读完这句话，站在楼下阳台，久久未动，雪下得更大了。他仰头望着天，雪花打在他脸上，冷得像回忆，痛得像醒悟。他对我说，爸，我决定了。决定什么？等一诺再大点，我想带他去乡下住一阵，我想教他怎么种菜养花，过点真实的日子，也让我自己补补这些年缺掉的那部分人生。我沉默良久，最后点头，你去吧，等你回来，家还在，灯还亮，春天来得比往年早些，南京的街头已能闻到梅子的清香。我起得早，习惯性地打开书屋的门，试桌椅翻看昨日界，还记录墙角那株素贞生前亲手种下的绿萝，竟也新抽出2条嫩枝。一诺今天写作文，说你是他心中最坚强的人。吕婉清边端茶边笑，他夸大了我，苦笑，其实我也不过是个一路摸索着活下来的普通老人。他坐下，轻轻握住我的手，可你撑起了一个快散掉的家，也撑住了很多跟你一样是走在风雨里的父母心。我不再说话，只把茶抿了一口。热气氤氲中恍惚又看见那年冬日素贞在厨房忙碌的身影，那份平凡的温柔是我这一生最深的福气。清明节那天，我带着吕婉清和一诺去了扬州那棵我们一起种下的红梅，如今已能独自开花。小一诺学着大人的模样，在墓前点香鞠躬说话，奶奶，我是又长高了，语文也进步了，爸爸现在很温柔，还教我种番茄。他说以后带我爬山去北方看雪，您放心，我们过得很好。我听着鼻头发酸。素贞，你看一诺越来越像你了。他话不多，却总记得别人心里最软的那一处。祭拜完毕，我们绕道去看嘉盛，他如今住在江宁的一处乡下民宿，自力更生，种菜养鸡，每周末回南是经看望我。他见到我们笑得温暖，端出一锅炖鸡汤，爸你尝尝，这次放了2种药材，是赵妈笔记里的配方做的。我喝了一口，果然是熟悉的味道，那种滋味不
只是汤儿世家这地清静，一诺周末来这里写作业还能喂兔子，挺好。他说。吕婉清看着他眼中含笑，你变了。他低头笑了笑。我以前总以为人要赢要快要走在最前面才算成功，可妈走了之后，我才懂得有些东西慢下来才看得见，比如感情，比如责任。我拍了拍他肩膀，你妈会骄傲的。黄昏时分，我们踏上归途。一诺靠在我怀里，轻声问爷爷：“你年轻时也会哭吗？”我笑了：“当然会。那您现在还会吗？”“会，不过我学会了流泪不是软弱，是为了让星空出地方装进更重要的人。”回到南京小书屋门口，贴着社区孩子画的素贞画像，他坐在藤椅上，怀里抱着一本书，背后是整面开满的梅花墙，画上写着4个字：他在守望。那一夜我点了一盏灯，写了一封信，贴上邮票，投入门口的红色邮筒。素贞，你走后的这些年，我们都试着学会了更好的活。家胜放下了骄傲，一诺学会了温柔，我也终于放下了愿，重新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你教会了我们爱的重量，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读到这封信，愿你安心，我们都很好。一日清晨，小一诺叫我起床，爷爷今天要开家庭会呢。什么家庭会？就是我们来表扬彼此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再温柔一点。我忍不住笑出声，你倒成了小家长了。吕奶奶说就是每天都要学会彼此靠近的地方。我望着她，阳光洒在她脸上，她笑得像一束亮光，穿透了漫长岁月与痛苦留下的阴影。我终于明白，原来一个家庭真正的圆满不在于曾没有裂痕，而在于伤口处开出的那朵花是否叫做理解与原谅。我这一生走过春风秋雨，看过背叛与冷漠，也终于守到了一个答案。爱是要一次次的回头才能看清的风景。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刚进饭店包间，暖黄色的灯光映在桌上的盘子里，色彩斑斓喝的菜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餐厅包间的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喧嚣。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一家3口以及婆婆和小叔子一家。我刚把菜单递给服务员，心里还在想着今天这顿饭总算能安安静静的吃了。往常家庭聚餐，婆婆总是热情的过了头，喜欢大张旗鼓的邀请亲戚朋友，搞得像是一场社交活动。可是这次事情似乎又朝着我预料不到的方向发展了。梦玲呢？今天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一定要吃好喝好。婆婆的声音热情洋溢，夹杂着说不出的虚伪。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婆婆突然打了个电话出去。没几分钟，小叔子一家3口出现了，紧接着弟媳的娘家亲戚也浩浩荡荡的进来了，足足有9个人包。间里瞬间变得拥挤不堪，桌子上的椅子都快不够了。我愣住了，心里瞬间充满了不满和疑惑。刚才点的菜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婆婆这是在搞什么？看丈夫，她一脸无奈的摇摇头，显然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妈，您这是怎么突然把这么多人叫来了？我压抑着心中的不满语气，尽量平和。婆婆笑得何不是龙嘴梦玲，反正聚餐嘛，多几个人热闹不好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别那么见外。对了，你们经济状况好，你们请客。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什么叫我们请客？这顿饭我可没打算请这么多人。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帮我说几句话，但他只是低头玩着手机，似乎完全没注意到眼前的局面。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既然婆这么热情，那这顿饭我不吃了。刚走到门口，婆婆突然挡住了我的去路，她的笑容瞬间消失，语气变得严厉。你走了谁买单？我愣住了，看着婆婆那双紧盯着我的眼睛，内心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婆婆今天这一出根本就是在设局逼我买单。我一阵委屈和愤怒交织，心跳加速，脑子里一片混乱。妈，您这是逼我买单吗？我从来没有说请这么多人。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婆婆冷笑一声，梦玲，你是我们家的媳妇，就该有媳妇的样子，大家都看着呢。你走了像什么话？这点钱你还不愿意花？我僵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丈夫依旧沉默，似乎在逃避。他的沉默更让我感到无比失望。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是1994年出生的独生女，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疼爱有加。
家境虽不算富裕，但也不差。父母一直告诉我，女孩子要自立自强，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我一直很努力，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收入不错，生活也算过得去。和丈夫相识时，他很温柔体贴，我们恋爱了3年才结婚呢。时候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婚后我才发现家庭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婆婆，她对丈夫的小叔子一家格外偏爱，每次节日总是提前准备好礼物，甚至连小叔子家的孩子生日都会大张旗鼓的庆祝。而我和丈夫结婚后，婆婆很少主动关心我们，唯一一次送的礼物还是一条过时的围巾，明显是随便应付的。我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这些问题，但他总是说，妈年纪大了，她就是那样的人，咱们别计较。可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每次家里有聚餐，婆婆总是把小叔子一家捧得高高的，而我连一句关心的话都听不到。丈夫的态度让我感到无比失望，他每次都站在婆婆那边，从不替我说话。这次婆婆突然喊来小叔子一家和弟媳娘家，我心里的不满彻底爆发了，她的偏心已经到了让我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曾经试图和婆婆好好相处，尽量不去计较这些琐事，可她却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几天前，婆婆还因为我们没有给她买昂贵的保健品而大发雷霆，说我们不孝顺。那天晚上和丈夫吵了一架，我质问他，为什么你总是站在你妈那边，她这么偏心，你看不出来吗？丈夫依旧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妈就是那个性子，她疼小叔子家事，她的事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不就行了？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每次都是这样，她从来不敢反抗婆婆，仿佛家里的一切她都可以无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么无足轻重，今天的事情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已经忍了太久，心中的愤怒早已在无数次的失望中积蓄，婆婆依然站在我面前，表情严厉，似乎在等我妥协。我看向丈夫，希望他能出来说句话，可他依旧沉默不语，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我深吸一口气，心里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妈，今天地饭我不会买单，如果您觉得我是家里的提款机，那我现在就可以走。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她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反抗，包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停下了说笑，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空气仿佛都变得沉重起来。梦玲，你什么意思？这是我们一家人吃饭，你这么做像什么话？嘿，婆婆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显然被我这番话激怒了。我看着她冷静地说，这是您请的客人，您应该承担这份责任，我没有义务为您的一时兴起买单。丈夫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梦玲，你别这样。他终于开口，声音却显得那么无力。我转过身，不再看他。如果你还是坚持站在你妈那边，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之间的问题早该解决了。包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婆婆站在那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没想到我会当众反抗。我不再犹豫，拉开门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婆婆愤怒的喊声，但我已经不想再回头。走到饭店门口，我忽然感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年，积压在心中的怨气似乎随着这场爆发得到了释放。我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让婆婆彻底对我失望了，而我也不再需要去讨好她，去勉强自己做那个好媳妇。我和丈夫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但我清楚这一次我不再让步，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权利为自己而活。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今天的选择我不会后悔。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深夜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从梦中惊醒，摸索着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儿子的名字闪烁着，时间是凌晨2点。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年纪大了，睡得本来就不踏实，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吵醒，心里更是莫名烦躁。妈，今年过年你还是来我这吧，小孙子都嚷了好几天了，说想奶奶了。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带着一点急切和恳求，还没等我开口，小孙子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奶奶你快来呀，我给你留了个房间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住心头的火气，声音尽量放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不想多说什么，直接挂了电话，屏幕上显示的通
话记录提醒着我，这已经是儿子今晚打来的第19个电话了。他连续几天这么频繁打电话，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团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去年的过年经历，那次的疲惫与屈辱，至今还像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去年春节，我按儿子的邀请去了他家过年，没想到一进门，儿媳的亲戚们已经把家里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父母弟媳还有几个外地赶来的亲戚，10几个人聚在一起，热闹是热闹，可我心里却没由来的感到不安。果然从第2天开始，我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免费保姆。一大早我得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马上进厨房准备午饭，一天要做3顿饭，连电饭煲都开了好几次，每顿饭的菜量大得惊人。吃完后大家都围在一起聊天，却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收拾，我只能自己默默收拾碗筷、刷锅、洗碗。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屈辱的夜晚，儿媳的父母和亲戚们住满了房间，我自己被安排在沙发上睡觉。那晚我躺在冰冷的沙发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本以为子会为我争取哪怕一个小房间，可他什么也没说，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痛苦和委屈。我是他亲妈，可在这些外人面前，我竟然成了最不重要的那个人。我的思绪飘回了更早的日子。我和老伴结婚时，生活虽然辛苦，但我们相濡以沫，日子过得踏实。老伴在工厂上班，我负责家里的琐事和照顾儿子王志。王志小时候很懂事，学习也不错。老伴身体不好，我就一心扑在儿子身上，盼着他能有个好前程。可生活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老伴在王志大学毕业的那年突然病重，那段时间我日夜守在病床前，心力交瘁。老伴临终时还一直念叨着想见儿子最后一面，可王志当时因为工作忙，匆匆打了个电话，说过几天再来看。几天之后，老伴已经走了。我抱着老伴的遗体痛哭，心里满是遗憾和失落。老伴走后，我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王志结婚后，我本以为他会常常回来看我，可是他结婚后就变了。结婚前他还时不时打电话问候我，婚后似乎一切都变得遥远了，特别是儿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与儿子的关系。儿媳李梅是个强势的人主外主，那都要插手。王志对她也是百依百顺，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感到格外拘谨，仿佛自己成了一个不速之客。我曾想过晚年能在儿子家安享天伦，可儿媳李梅从不欢迎我常住她的父母，倒是常住儿子家，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他的父母住得舒舒服服享受主儿子家的好，而我却连一个多待几天的机会都没有。我试探性地问过王志，你看我一个人住着也挺孤单的，能不能搬过去跟你们一起住？他支支吾吾的说，妈，不是我不想李梅，她不太喜欢家里人多，你知道的，我也不好做主。听到这话，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儿子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了，他变成了一个会听从妻子指令的局外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更加复杂，眼前的现实让我无比无奈。我独自住在这套老房子里，老伴儿不在了，儿子远在城里。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天伦之乐，可如今这些却成了我遥不可及的奢望。前不久，我在街上无意间听到邻居说起李梅的父母在儿子家住得相当舒坦，甚至连小孙子的接送都由他们负责。我听着这话，心里五味杂陈。我曾想过，或许有一天儿子会改变主意接我去城里住，可每次我试图靠近他们的生活，总是碰壁。每次去儿子家，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连小孙子都显得和我生疏。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儿子那个小时候每晚都要依偎在我身边的孩子长大后却变得如此疏远？可无论我怎么思考，答案始终模糊不清。深夜的房间里一片寂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儿子今天的19个电话像无形的铃铛在我耳边不停地回响。我知道他的热情邀请不是因为真的想让我过去团聚，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免费保姆。我已经68岁了，身体大不如前。去年被迫承担的重活和屈辱让我心里至今没有释怀。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一直在为儿子、为家庭牺牲自己。
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有权利为自己活一次。我不想再去儿子家过年，不想再为10几个人忙前忙后，更不想再被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外人。想到这里，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是时候说不了，我不能再一味付出，更不能为了那份早已变质的清醒继续委屈自己。第二天一早，儿子又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焦急。妈，怎么样？你决定好了吗？孙子一直在等你呢。我淡淡的回答道，我不去了，这么多人我照顾不过来，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电话那头儿子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还想说些什么。我已经不想再听，直接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后，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为自己做出决定。或许儿子会不理解，或许亲戚们会觉得我冷漠，可这一刻我明白，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我不再期待那些虚无缥缈的亲情，不再幻想儿子会突然回头。我知道我的晚年生活只能靠自己，与其在那些无谓的期盼中失望，倒不如学会放下，学会为自己而活。我坐在床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温暖而柔和。或许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那些纷扰的家庭琐事，也没有那些不必要的付出，只有我自己安静的享受属于我的这一份宁静。亲情终究是无奈的，可在这份无奈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知道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为自己而活。